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啊。这回我们又来做一个首发评测啊，毕竟这2个月的情况大家懂的啊。这次来上手和评测的是老黄的 RTX 4070 Ti 啊（括号曾用名 RTX 4080 12G 反括号）啊，就是已经公开的40系台日机显卡的最后一张。 这次来上手的显卡的具体型号是索泰的 RTX 4070 Ti AMP Extreme Aero， 它和我们40系首发时测过的4090 AMP Extreme Aero 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外观设计，整体外观是圆滑类似跑车的流线型。 虽然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张显卡的设计师有他们独特的设计理念但是实际上显卡进了机箱点亮之后，在5个 ARGB 灯光区域的加持下，外观其实还是挺好看的特别是顶上那条官方叫做虹桥幻影的灯带。 显卡正面是3个11公分的大风扇，全卡厚度接近4槽，在提供强力散热性能的同时，还能保持静音。显示输出接口同样是3个 DP 加1个 HDMI 的常规配置，供电输入接口还是最新的 PCIe 5.012伏 High Power 接口。4070 Ti 的标称功耗是285瓦，视频的后面同样会通过示波器来测量它玩游戏时的瞬时峰值功耗。 拆开之后可以看到，散热器和4090上面的一样是9热管的设计不过70 Ti 的这个没有使用 VC 均热板，只不过这么大的体积不用测，我都依然是觉得它的散热表现会非常好。对比起散热器 ，PCB 依然是短短的很可爱，供电规格依然是豪华到有一点夸张，是24+3项供电 ，MOS 管也是4090上面同款55安电流的高端芯片。 70 Ti 这次的核心是 AD104， 和4080上的 AD103 并不一样但是这2张显卡之前差点就被叫成同一个型号了。核心周边是12GB 的 GDDR6X 显存。接下来看一眼 GPU-Z，4070 Ti 的流处理器数量大概是4080的79%，显存位宽也从256bit 降低到了192。 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测试平台 ，CPU 是英特尔酷睿13代 i9-1390K， P 核全部超频到 5.6G 赫兹。 主板这次使用了微星最新的13代 ITX 主板 Z790i Edge WiFi 因为它超内存特别的强悍。13代处理器搭配 DDR5 内存时，需要内存频率够高才能发挥出完全的游戏性能。所以我们还使用了最近推出的高性价比D5内存条，是金百达的刃系列 DDR5 RGB 灯条 16G×2。这款内存在商品详情页上面标明了是海力士的 A 代颗粒，出厂频率是6400C32。 我们在微星这块主板上面配合散热风扇，超到了7600C36。剩下的配件之中 ，SSD 是 PCIe 4.0固态 SM8501TB， 系统和游戏全部都放在了里面。水冷是 VK 带屏幕的1360 Loki， 压制 1390K 超频非常轻松。电源是支持 ATX 3.0 和带12伏 High Power 接口的全焊的 Hydro G Pro 1000瓦。 为了方便大家参考，对照卡我们选择了索泰上一代的旗舰卡3090 Ti PGF 和次旗舰定位的 RTX 4080天启 OC 这次他们的层级都是专门重新跑过的，驱动使用的都是跑测试时的最新版本。 好，那么来公布成绩，首先是理论跑分的部分。第一个是 IDA64 GPU 测试除了 SHA1 Hash 计算以外，4070 Ti 的各项理论计算性能都比3090 Ti 高了一点点给蚊子刮腿毛级别的精致刀工。 在 3D Mark 传统场景的测试之中，4070 Ti 的成绩和3090 Ti 非常相近差距在5%以内，大概比4080弱一个20%几这样。其中 2K 场景下，70 Ti 的表现会好一点4K 场景弱一点，估计是显存位宽的原因。 光追测试里面 ，PR 的成绩比3090 Ti 低了个3%，而 DirectX 光追测试则是强了13%。V-Ray 5 GPU 渲染测试之中，40系显卡的表现就不太理想就算是4080比3090 Ti 也是弱了挺多的，不知道是驱动还是软件优化的原因。 理论跑分看完，过来就是大家应该更关心的游戏测试了。这里跑了几款主流3A 大作，在4K 最高预设画质下的帧数表现能开光追的都开启了，也跑了网游 FF14在1080P 下的画面表现。总的来说，实际游戏的帧数和3090 Ti 是有来有回平均下来4070 Ti 它还是要比3090 Ti 弱上一点不过除了个别游戏的1%低帧，4070 Ti 表现不太好应该是显存位宽原因之外，整体差距是比较小的。另外，因为显存容量有差别3090 Ti 能开的画质分辨率啥的理论上还是会高一些。而4070 Ti 和4080的游戏差距在20%几这样，和 3D Mark 跑出来的情况还是比较相近的。 另外，40系显卡还有 DLSS 3的新功能加成，我们也测了一下不过虽然市面上已经有几款实装 DLSS 3的游戏了，但都没有 benchmark为了方便，我们还是跑了2077的测试版。
在这个项目中，即使在 4K 分辨率下，4070 Ti 对比只支持 DLSS 2的3090 Ti 优势还是非常之大的，帧数足足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希望有更多的游戏可以早一点支持 DLSS 3吧。接下来是烤机的部分，连续烤20分钟甜甜圈。4070 Ti 的主板功率刚好是老黄标称的285瓦 ，GPU 温度是70度低一点点，风扇转速只有1200转不到噪音只有40分贝。索泰这一张 RTX 4070 Ti AMP Extreme Aero 上面的大体积散热器，性能还是非常强悍的。当然，关于功耗这里，大家应该更想知道的是瞬时峰值功耗的情况毕竟这一个才是决定电源挑选的关键。所以这一次依然请出了使用他们自研芯片组的12比特垂直分辨率的国产示波器普元 DHO4804进行了相关的测量。因为上一次4090评测中就已经确认到跑甜甜圈时功耗的幅度不如游戏中的高所以这次直接测量了古墓11在开启光追之后的电流曲线。并且因为电流增大之后，接口上面的电压一般会下降。这次尝试测量了12伏 High Power 接口上面的电压，来获取更具有参考价值的瞬时功率当然，这次的测量方法比较的能用就行干扰可能较大所以出来的功率数值也还不算是非常准确一点点慢慢提高吧。在古墓11里面，4070 Ti 的 RMS 有效值功耗大概是275瓦左右，比官方标称的其实还低了10瓦。这个有效值功耗就是用来计算电费的功耗。然后瞬时峰值功耗是450瓦左右。如果你的电源不支持 ATX 3.0 标准，计算能不能带动显卡时，按这个功耗就非常的保险。整体来看，4070 Ti 的能耗比对比3090 Ti 提升还是相当明显的。总的来说，4070 Ti 整体性能比3090 Ti 稍弱，显存砍半功耗低不少。价格的话，在京东上面和3080 Ti 算是差不多水平，而且是新卡，应该没有框。所以不管它的提升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现在6、7千块钱要买一张 N 卡的话4070 Ti 它确实是首选，毕竟是刀法精湛的老黄切出来的显卡，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在上面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影片了。我是宇王，下次再见，拜拜。